前2天收到个评论，说我老是看书做饭，不用上班吗？我当然上班，虽然大部分工作时间并没有那么长，但是今天工作了将近10个小时。这种情况可能几个月会有一次吧，一般就是4点多下班回家，今天6点半才到家。吃饭了。一下午都在地下室的实验室拆样品，可能因为那儿的空气特别不好，现在我就是头又疼又晕。其实事儿还没干完，但是有10小时工作时长的限制，所以强制打卡回家了，不想找麻烦。出去玩吧。今天不想做正经的米饭炒菜吃，做一个比较简单健康的，就叫它汉堡吧。前2天又买了这种 English muffin， 选了一个高蛋白的。我现在买东西都要看营养表，而且要看全，因为好多比如打着低脂旗号的产品，为了保证口感，糖分就会很高。这种鸡胸肉片我买来吃了1次，单吃有点咸，所以今天其他食材比如煎鸡蛋啊什么的我就不放盐了，就用这个当做唯一的盐分来源，应该就会比较中和。我一直没有买烘干机，因为太喜欢阳光晒干衣服的感觉，所以我只在阳光充足的时候洗衣服。近几年住的都是西南朝向的房子，有大阳台或者院子，方便晒衣服。如果是冬天，就要时刻观察天气预报来计划洗衣服的时间，因为在德国的冬天有太阳的时间很少。当天如果不是周末的话，要提前计划在家工作，好及时洗衣服、晾衣服。不过最近天气都还不错，慢慢的最高气温也有20多度了，洗衣服时间也比较自由了。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私人预约，今天的一个 to do 就是把可能需要的资料整理好。在德国还是以纸质资料为主。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室友是个留着一头金色长发、搞音乐、玩摇滚的德国男生，生活方式非常的洒脱。但是他的柜子上整齐地摆着好几个大大的文件夹，里面全是各种纸质的信件、收据。从那之后，我也入乡随俗，学德国人一样买文件夹，把信件分类整理好。现在比以前更数字化了一些，其实也可以线上发送这些，但是呢，我总觉得拿在手里会更踏实，更一目了然。在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对方看，线上发送的话就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谁看到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被德国的信息保护意识严重影响到了。回来了，天黑了，快！呼呼啊，回来了，呼啊，回去了，快回来，乖。
已经比较晚了，完完整整看了一个视频。最近发现的一个治愈心情的方式就是完整的干完一件事儿，比如完整的看完一个长视频，而不是看2分钟，觉得一般再去找其他的，然后再换。视频是关于时间管理的，虽然今天很累了，但是当下的感受就是想看一些积极向上的内容，而不是那种无脑搞笑的东西。最近一直在想怎么摆脱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状态，虽然内心知道不要被绩效社会绑架，但是也不想刻意为了休息而休息。有时候觉得舆论对积极的人挺严苛，坚持自我、认真、规律生活，很多时候会被说装或者做作。其实每个人都不用被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绑架，只要按照自己认可的节奏和当下的需求生活就好。在当下，我想去看别人认真生活，想被这些向上的内容激励，那就不为自己的上进心感到羞耻。